三星 S22 Ultra， 三星新出的年度旗舰，跟它对比的就是右边这台，也是它的上一代产品 S21 Ultra。这两代产品的外观变化还是很大的，从圆润变成了方正。那你们觉得这代 S22 Ultra 长得好看吗？如果你觉得它长得挺好看的，打1；如果你觉得不好看，打2。说到外观变化，很多人都会发现 S22 Ultra 的后摄凸起比 S21 Ultra 的要薄了啊，没有 S21 Ultra 那么的厚了。那么后面你们就会看到三星这么做的代价。作为聊影像的节目，三星 S22 Ultra 我们肯定不会放过的，因为它的上一代产品 S21 Ultra 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就还不错。只不过了解一台手机的影像能力，肯定要从打开包装那一刻开始，对吧？只不过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已经非常不爽了，因为 S22 Ultra 已经不送原厂的屏幕保护膜了，这点对我的打击真的非常大。我不知道对你的影响有多大，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是，因为像这样的手机我们都是自己花钱买的，那么它的最终的归宿呢，也是要被卖出去。可是卖它的时候呢，它的屏幕应该都已经被划伤了，因为它没有保护膜啊。自然界中的沙子，那多硬啊，很容易把屏幕划伤的啊！我得亏多少钱呀？到时候，三星呢，作为已经蝉联了很多年的全球销量冠军啊，我希望这回它不送贴膜的事儿不会影响它的销量啊，当然影响了也活该啊，它气死我了。OK， 那下面呢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。只不过在这之前呢，先是鼓励摄影环节，照片不会说也不会动，但照片更长久。上面这些照片呢，都是这台手机所拍的，希望可以在摄影方面给您一些新的思路、新的想法。欢迎收看 ZPH， 我们的节目呢会聊手机、聊摄影、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。希望您可以喜欢我们，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。OK， 那么下面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、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。这代 S22 Ultra 的后摄配置跟上一代 S21 Ultra 一样，都是4颗光学定焦镜头。主摄超广角3倍，还有一颗10倍的潜望式长焦镜头。拍摄界面也是跟 S21 Ultra 一样的，也是有4颗焦段切换按钮，对应的就是4颗光学镜头。在切换镜头的时候，一样也是有画面缩放动画的。在后面内容中，我简称 S22 Ultra 为22，S21 Ultra 为21。先聊主摄，两台手机的主摄在参数上非常接近啊，其实它每颗镜头都非常接近，但是都略有不同。比如说主摄在等效焦距上就不一样。22的视角更广一些。从主摄的实拍样片上看，两台手机的表现真的是非常接近啊！要不是视角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啊，还真以为是一台手机拍的呢。而且中心解析力也是一模一样的，可以说非常接近。但是边角画质它就一样了吗？注意 S22 Ultra 的主摄镜组变薄了，而且视角更广了。那么先看右上角的画质啊，放大一看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啊，这就是后摄变薄的代价。再看一组，从颜色上就有区别 ，22 的颜色没有21的好看。不过这个是程序可以解决的啊，这个是算法的问题，后期升级就可以改正。那么中心画质呢，两台手机的水平也是比较接近的，是不是已经着急看边角画质了？那放大给你们看啊 ，S22 Ultra 的边角画质那是相当糟糕的，就像前面说的，镜组变薄了，你就不可能保证边角画质，而且这个不是程序升级就能搞定的。
这个是光学物理决定的。程序升级呢，最多可以改变一些 HDR 没有对齐的问题，但是它永远不可能超过现在的 S21 Ultra 的水平了。两台主摄都有1像素高清模式，这不是废话嘛？三星旗舰的拿手好戏。但是在解析力方面 ，R2 的中心解析力是没有21高的。你仔细看啊，仔细看。我可以再给R2一次机会，但是其实我对比了很多张了，我只不过是吧，放大中心一看，解析力还是没有21的高。当然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通过后期升级提升的啊，这点跟边角画质不一样，还是有希望的。再看超广角镜头，两台手机的超广角在硬件参数上还是非常一样的，但就是视角不一样。R2 的视角缩水了，没有21的广。如果21原来是13的话，那么R2最多13.5。视角差距如图所示，我对比了很多张照片啊，就差这么一点，就差这么一点。从实拍样片上看，成像风格跟主摄一样，当然是很接近的了。但是如果你仔细看 R2 这边的颜色稍微白一些，可就是因为这白一些 ，R2 的中心解析力就是没有21的强。当然了，光学分辨率是一样的啊，这个应该是程序的区别，就是程序在明暗对比、明暗取舍上有一些不同，这个应该是后期软件升级可以改正的。那边角画质呢？大家是不是非常期待边角画质的表现呢？当当，就是相当的糟糕啊！这就是镜组要做薄的代价。再换一组对比样片，从成像风格上看，R2这边还是白一些，同样还是因为这白一些，在中心解析力方面就是没有21的强。边角画质这回看左上角，你还别说，这回 R2 的左边的边角画质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再看一组室内环境的，当时这个室内还是比较昏暗的，放大中心一看啊，终于 R2 的中心解析力最起码在颜色还原上是比21强的。那为什么超广角有室内昏暗的场景，而主摄没有呢？那是因为主摄 R2 是什么环境都没有21的强。两台手机拍摄微距都是用超广角来拍，是效果最好的，而且它们微距的表现也是相当接近的，基本可以说是同一水准。再说中长焦镜头，这回3倍跟10倍，从硬件上说，从感光器上说就没有沿用上一代的，它的感光器都小了，但是小这点也无所谓啊。但是非常严谨的是，主摄从24变成了23，你看这3倍也从72变成了69。同样的10倍长焦也是，焦段从240变成了230。那这回真是索尼跟三星配合的真是非常严谨啊！对了，这回3倍跟10倍的镜头都是索尼的。两台手机中长焦的对焦性能都是非常棒的，这点 S22 Ultra 算是继承了上一代的优点。现在看到的是3倍镜头的对焦效果，现在看到的是10倍镜头的对焦效果，可以看到 S22 Ultra 的对焦效果更好，对焦速度更快，而且合焦非常稳定，一点都不犹豫，这点还是不错的啊。对比样片，咱们先从3倍开始看。从成像风格上看，两台手机的3倍是非常接近的啊，这也应该非常接近，是吧？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两台3倍也是比较接近的。但是也许你们会看到21那边的解析力更好一些，那是因为它的明暗对比更强，或者说锐化更强。但是光学分辨率，两台3倍是差不多的，这你得仔细看啊。再换下一组3倍的对比，成像风格上 R2 这边的亮度稍微亮一些啊，上一组其实也是它稍微亮一些。那么在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两台手机的表现还是差不多的，而且从这组放大照片中可以看到21那边的锐化确实重一些。成像上还有一点不同，注意这组照片，中间那块石头是白色的，而且被阳光强烈照射着，这时 R2 的照片就有点过曝了。当然我希望这是软件问题啊，希望后期升级可以改正。10倍镜头的对比是为数不多的 R2 战胜21的对比环节先看这组照片，在高光部分的细节展现是 R2 的更优秀。再看下一组，拍摄的时候太阳就在正前方，可以发现 R2 的样片在颜色上比21要强很多，但是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两台手机就说差不多吧。如果你仔细看叶子的纹路的话，没准21的还更好。再看下一组样片，中心部分正好是一个高反光的福字，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可以看到，这次确实是 R2 的解析力更好。看完了光学镜头的对比呢，咱们看看数码变焦的吧。先看2倍的，2倍都是主摄数码变焦啊，直接说结果，21的更好。再说一下100倍的数码变焦，虽然说我根本不关心数码变焦啊，户外的话两台手机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如果是在室内，比如说这组是在图书馆里拍的，30倍的数码变焦就是 R2 的效果更好，100倍的还是 R2 的更好。再看人像模式的对比，21的人像模式是有2倍焦段可以选择的，但是 R2 的人像模式就只有1倍跟3倍了。
不过这两台手机的人像模式默认都是用3倍来拍摄，从成片效果上看，两台手机的人像模式还是非常相似的，颜色呢稍微有些区别，这个就看你们的喜好了。直出宽容度的对比，这两台手机的表现都是非常优秀的。虽然说这组超广角的对比，22的暗部细节看着更多一些，但是你仔细看，21那边该有的细节也是都有的。那剩下的对比呢，可能就是这个稍微亮点，那个稍微暗点，但是细节上呢都是该有的都有，这些都是软件的差异啊，以后慢慢优化，慢慢调整，可能就会越来越好吧。逆光拍摄的效果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在宽容度上是没问题的，但是眩光方面都不怎么样。在宽容度上，重点说一下这张对比。从主摄的对比上，22的暗部细节看起来没有21的丰富，但是放大看呢，22的比较纯净，21那边把暗部细节特意的提亮了一些，但是噪点会比较多啊，这是软件的取舍问题，就是拍摄软件的调教问题。相同场景超广角的暗部细节表现倒是比较一致的，就是天空的颜色不一样，这点就看你们的喜好吧。夜景拍摄的对比上，两台手机的表现还是都不错的。而且三星呢是可以很方便的关闭自动夜景的，这点我非常喜欢。我想拍快点，拍暗点，我就直接拍就好了。我想拍亮点，拍得更好一些，我可以用夜景模式嘛，自动夜景不要老跳出来给我做主。所以说这点呢，能关闭自动夜景，三星的手机还是不错的。从这几组直出的对比当中，我认为这两台手机的夜景表现、直出的表现还是比较接近的。虽然说在这个场景下有一台手机的亮部细节会好点，但是到了下一个场景就会反过来。综合考量呢，不管是暗部细节还是亮部细节，该有的这两台手机都有。在这种大光比的场景下，如果只拍摄亮部细节的话，那么3倍镜头跟10倍镜头是可以直接工作的，而且在成像上两台手机的表现也差不多。虽然说成像风格上还是有些不同，但是仔细看，亮部细节跟暗部细节该有的还是都有的。从闹市区来到了大街上，亮度比刚才更暗了一些。两台手机的直出表现，就是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两台手机的表现都很上乘。那女流氓小巷这个场景就非常暗了，我就打开夜景模式拍了。主摄的表现上，22跟21的表现还是比较接近的，但是超广角的表现，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可能21的更好一些，尤其是近处的暗部细节。祖传神树场景就更暗了，两台主摄的夜景模式在细节呈现上是差不多的，但是颜色还原上呢是22那边更好一些。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同样如此，细节呈现差不多，颜色还原22的表现稍好一点。祖传神树 Pro 场景是我们测试的夜景中最暗的场景，主摄在暗部细节呈现上21那边可能稍微更强一些啊，颜色还原方面还是22的做得更好啊。不过你们也知道啊，颜色还原对我无所谓。相同场景超广角的夜景模式表现，我认为是22的更好一些，无论是清晰度还是色彩还原。总体来说，这两台手机的夜景表现基本可以说是旗鼓相当啊，差的那点都是程序上的区别。视频录制的对比，我们主要看的是多数人使用的默认设置以及防抖的表现如何。现在看到的是主摄白天走路的防抖表现，两台手机非常一致啊，效果都非常好。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，可以看到22的抗眩光是比21要强的，那么其他的防抖啊、清晰度啊表现都是基本一致的。3倍录像的表现也是不意外，两台手机的水准都是非常高的，也难分高下。10倍录像的表现同样也是如此，都是稍微有点抖啊。不管你的手是否非常稳，但我建议拍摄10倍录像的时候，为了更好的效果，还是用三脚架吧。现在是夜晚城市道路上的主摄走路防抖表现，可以看到主要的提升还是22这边的抗眩光比21那边要强。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，两台手机就比较一致了，而且它们的防抖都没有白天好，因为它们都是电子防抖嘛，到了晚上压力比较大。女流氓小巷是一个非常暗的场景，主摄的表现上可以看到22的清晰度更高一些，但是远方的景物好像有一些空间撕裂感，这个跟它新的夜景录像技术有关啊，但是总体表现还是比21的要强。在这个场景下，超广角的表现22的可能稍微强一点点，但是这个强有什么用呢？反正两台手机都没法用。这一代 S22 Ultra 的工业设计是我非常喜欢的，它回到了之前 Note 系列的设计方案，它变得非常的方正，非常的硬朗。与此同时呢，它的宽度也比 S21 Ultra 更宽了。如果您手小的话，握起来可能会有些吃力。S22 Ultra 不但像原来的 Note， 而且它还有原来 Note 的一根笔，可以说它现在就是新的 Note 系列。这根笔你可以在屏幕上写写画画，也可以用来控制相机啊，还有许多其他的操作。这些呢，你可以看其他的节目，我们在这里呢就不细展开了。反正我很喜欢这根笔。
虽然说它有很多地方像原来的 Note 系列，但唯独厚度不像。原来的 Note 是比较薄的，但是这一代的 S22 Ultra 还是非常厚的。它的厚度已经跟 S21 Ultra 一样厚了，再加上它更宽大的机身，可以说就是一个板砖啊。从现在的画面中，你们可能看不出来22的后摄确实是比21的薄了，这是我拍摄的问题，但是它确实是薄了啊。两台手机的屏幕都是非常顶级的，虽然说从参数上说22的屏幕比21更好，但是21的屏幕已经非常好了。别说是这代的屏幕，就是当年 S10 那代的屏幕放到今天依然是很顶级的屏幕。处理器 S22 Ultra 用的是最新的骁龙8平台的处理器。那至于它的发热跑分性能续航这些，你们可以去看其他的节目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。在我眼中 ，S22 Ultra 的确是变美了，可以说是最好看的一代 S 系列。为了美，为了迎合一部分消费者的喜好，它的后摄凸起确实是变薄了。后摄的高度变化是有代价的，代价在主摄跟超广角环节，你们也都看到了。从 S22 Ultra 的泄露图开始，我就开始担心这代光学性能的下降，但是我没有提前说，心里幻想着也许现在的手机厂商有办法吧。结果现实还是残酷的，人类目前是无法通过花小钱去逾越物理光学的限制的。好在损失的只是主摄跟超广角的边角画质，其余的表现，比如说中心画质中长焦的性能指出宽容度的表现、夜景的表现、视频的表现、人像的表现，这些都还是很好的。但是对比上一代产品 S21 Ultra 来说，光学性能肯定是下降了，尤其是主摄跟超广角。综合所有的对比，这俩手机最多也就是打一个平手，这点还是要看各位看官最重视哪一个环节的表现。这一代 S 系列的升级可以说是影像进步最小的一代，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进步。如果你只看重影像的表现，选择 S21 Ultra 就对了。如果你更看重造型手写笔功能方面的改变，那 S22 Ultra 是很好的。但同时我也希望三星能给我非常好的光学素质，毕竟我花钱了呀，而且我还花了很多钱。而且三星这次依然没有给我非常喜欢的慢快门长曝光功能。这点在之前的节目中，我不知道已经骂了多少次三星缺心眼懒了，但是三星它就是不给。再加上这次不附送原厂的屏幕保护膜我感觉三星它就是缺心眼儿。OK， 到结尾了，希望上面的节目对您在选择方面有所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。那么记得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